大家好，在我们脚下繁忙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深处，有一项外科手术室的隧道病害治理技术正在悄悄守护着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它就是 TJS 隧道旋喷装技术。传统的微脑洞注浆短期有效，长期就不一定了。今天这一期我们就邀请大通建设科技创始人 TJS 工法首创者何一飞先生与我们一起聊聊 TJS 技术从立项攻关到落地的全过程。何总，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跟我交流。今天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初你们如何想到开发 TJS 技术的？杭州呢是2012年开通的第一条1号线，因为杭州是一个深层的淤泥土，开通以后呢，出现了这些不同程度的这些层架、树链，当时呢就采用了这些微扰动的这些洞内注浆。那么注浆呢，短期会产生一定的效应，但是到后面呢，它还是会继续又下沉了。那么基于这个因素原因呢，我们的杭州地铁的历届的总工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是不是要能够研发一种新型的适应我们地铁在运行窗口期这个空间比较小的研发这么一套装备。其实是要一劳永逸，要解决问题。第一台设备呢是在这个20年左右出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疫情期间，因为新的领域嘛，一个从来也没进过隧道，进去对里面到底是怎么个结构都不是很了解，要是落实到位啊，困难非常大。周边所有的朋友啊，这些都感觉到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我这个人做事情还是越难的东西，我还是越有这个想法去挑战它。是这么一个，所以说我欣然答应了，把这个事情做下来，才开始做了。其实我当初一听到这么一个技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啊，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以前我做过这个注浆啊，就是控制隧道的这个沉降的这个，为什么这个注浆控制沉降，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拖的时间很长，效果要反反复复呢？就是因为我们注进去浆液以后，隧道很敏感，就往上抬了，你就没办法做了嘛。所以呢，你这么个一个那么小的孔里面形成这么直径的一个桩，这就已经有难度。另外的你这个形成桩的过程当中，这个隧道啊还能够让它不要隆起来，那显然你这个置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难点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何总啊，您能不能在这方面那个原理上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你所说的一样的，当时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在试验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出现过，就是你说的这个抬起来也好啊，那个浆液乱窜啊，好在我在这里打的时候，它会在几十米以外，它会冒出来。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们就总结的经验，就是我进去的压力，我要给它完整的出来，对等，你不能不平衡，不平衡它就是要出现你所说的问题，起功了，或者是它要塌陷下去了。通过我们这些平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去多少浆液，让它自动的压力保持一种平衡。目前呢，由于很好的掌握了这一个手段呢，把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能够控制在比较好的效果哈。而且这个你这个浆液的话呢，凝固的时间、凝结的时间也要控制得很好。我们呢这个整个总体的这个工艺呢，我们用3个1啦，就是一整脉啦，就是给你一脉一方一个药方，一个治疗，来分3个阶段。因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这个项目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它的土层、它的深度造成的原因、沉降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讲，首先一个就是就是要把你这个东西整好，整个卖出来。调查研究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对吧？找出来以后开处方，处方出来以后，我工艺怎么弄，装怎么布置，多长多粗，那么都是再是治疗，给你复位，就是你妥变了，我给你变圆，或者是那个沉降了，我给你抬升起来。所以实际上你这个加固哈，360度的哈，也是随着我们对这个工艺和设备的深入的研发，等到360度能够转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是到了
2型机了。第一代型机是不行的，那个技术的深入的研发出来以后，问题也碰到了多了。它有些时候的漏的时候也好，那个沉降的时候不一定在左右这么地方。比方说你是椭面，我必须要给你正的话，我必须要两边要给你打水平杖，给你缩链、收腰，给你收了以后才能够不往下面变压带嘛。那么你必须要有这个装备，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装备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变成一个我们360度任何角度都能施工的这么一个特殊工艺。这个技术目前世界上没有，也就是我们是首创的。是的，那你们这个密封的话是一个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这样的，我们当时研发的方向啊，是再建的，就是再建嘛，它可以预制。比方说我的管片，它投资出来有些预制预留孔，那么专家提出来呢，就是在运行的既有的地铁里面呢，是一般的它结构是不允许你再去随便钻孔。当时我们陈院士他们都去提出来，是要用既有孔，就是现有的孔，就是那个管片里面的吊穿孔。那个，那么吊穿孔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摆在我们面前呢，就是难度又提高。第一代出来的是那个89毫米的，现在只有最小的36，那一个是42，那就不一样了嘛。流量啊这些全部要进行改变，所以说我们钻改这一块呢，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了第一代到现在现在在用的都是第7代了。你们现在做到现在啊，在那个工程的这个造价方面，有没有说业主嫌这个价格比较高啊，或者是跟其他的方法相比，这个 TGS 在这方面的有没有经济上的竞争力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这个一个分两个那个来看啊，看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预防在先，那么这个价格呢，肯定是容易接受，也是比较那个的。但是目前呢，有这个预防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难啊，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嘛。提前我本来这个钱不需要花的，你现在花这个钱了，那么这个一般都不会采取。但是呢，真的到了运行以后来用的隧道变形超限了，那这时候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因为必须要治理，没有退路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是那个空窗期啊，时间短，留给我们的施工时间比较短，那个你就是只有2个小时，是的。那么我的所有的成本这些都这样嘛，相对肯定是不是一个同等可以，对吧？那么你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强求的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认为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要不然的话，这条隧道不能正常运营了，是吧？这个是还是一个可能这个经济上在这个上面就不是主要问题了。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其实实现了以前没有能够做到的，是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我通过这个做 TGS 是给这个隧道形成或者是装机，对吧？或者是能够约束这个隧道变形的那些加固体，是吧？然后的话呢，能够呢使得就是这个隧道能够后期的话就没有什么沉降，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因为什么呢？从长期来看啊，那你要彻底解决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呢用了以后呢，从目前来讲还是能够说它是一劳永逸的。最近你们在哪些城市做过这个你们 TGS 的？第一个在运行的地铁是在黑龙江，在南方地区我们在广东也实施过项目，然后我们在江苏，我们浙江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城市都已经运行地铁，也都做了几个。何总啊，我注意到你们的公司是1988年开始创业的，是的，将近4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市场经济啊，应该说是大浪淘沙，好多企业实际上也不存在了。能够像你们公司这样，能够到今天还能够这么有活力啊，你能不能总结一下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的创业史呢，也是还是比较早的啊。88年我辞职下海，下海以后呢，离不开运输、土方这一条路走过来，先后组建了几家公司，每个公司都以它这独特的创新的这个路程。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行内比较有名的几家带通知的，都是由我来组建的。浙江东通公司，那么捷通公司，大通公司，主要我先成立一个大通公司，那么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创新，
引进新技术，只有不断的创新，企业才有活路，才有生机。所以说沿着这一条路呢，一直来就是做了一些新的推广。现在国内是比较成熟的，比方说 TRD， 我是从09年从国外引进来的，在首台嘛。那么后面也做了，也一起研发了这些型钢支撑 RMS 这些新的工艺。那么除了这个技术创新以外，你感觉到还有什么你认为很重要，对企业的发展很重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深刻的了解，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对不对啊？还是我总认为为我们这个行业做一些事情。就是说，您搞企业不仅仅是为了一家公司，对，你想着是希望能够这个促进行业的进步。对，所有的行业都要有个站在新的高度上面来看这个施工的这个前景嘛。是非常好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么交流了我想这个大家都会从我们两个人的沟通当中能够获得不少的启发。也非常感谢你详细的介绍了我们这个 TGS 的技术。我想我们下一阶段我还想跟你们的刘总这个刘博士再交流一下我们 TGS 的这个设计方面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也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谢谢。